我们要入住的饭店就是这家 Fullerton Hotel。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去了，去 check in。我们现在要去房间了。哦，敲门先。哇！打扰了，打扰了。那我们就先给大家来一个 room tour。自从我们开始做饭店开箱特辑之后 ，Fullerton Hotel 是最多新加坡网友推荐我们一定要去试试看他们的 staycation。那我们从 mini bar 开始介绍。这个就是每个房间免费的矿泉水，对，它是免费的，但是它上面有说，如果你把这个瓶子带回家，就会被收费。然后那个价钱全部在那个 tablet 上面。mini bar 就很基本啊，有 nuts、chips、饼干、红酒，还有泡面。热饮的部分有什么呢？哦，有 TWG 的茶包。哇，这个我喜欢，这个口味我喜欢，东方口味。那咖啡呢？咖啡就是 Nespresso 的。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有啤酒、汽水。好，你自己慢慢研究。但是因为刚刚客房人跟我们说，这个上一组客人如果没有喝完，他在 check out 的时候全部都会丢掉，所以新的客人住进来的时候，这些饮料都是全新的。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专业试床人员帮我们做下 bed test 嘛，用你的招牌动作，快点！成龙！哎，从你的弹跳很明显就会看得出来，这次的床比较分。有没有？对，这个感觉是我的 style。枕头呢？枕头羽绒枕。哇，弹性好好哦，好舒服哦。我先睡了。看一下柜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哦。浴袍，浴袍是我喜欢的材质吗？我喜欢毛巾布，这个不是毛巾布，没关系啊。拖鞋，拖鞋可以，拖鞋看看，很薄的那种不可以，我喜欢厚厚的。厚的哦。哦，厚的哦，对啊，这个才比较舒服。头贴有什么？它小细节真的很多，你不觉得它的衣橱很像那个 Kingsman 的吗？然后英国绅士的感觉。不是，我觉得它的家具真的是不错，然后所有用的那种小东西。对啊，它的木啊，我喜欢这种低调的质感。不是每个房间都有阳台，但是我们今天拿到的刚好有一个很漂亮的小阳台，而且是面向金沙。这个阳台我现在不想要介绍太多，因为我觉得直接等一下给你们看夜景，你们才知道它厉害的地方在哪里。最漂亮的是它的浴室，它的浴室已经快要跟半个房间一样大了，有一个很大的浴缸，浴缸还蛮大的，我觉得身高180公分的人都可以坐进来吧。它的洗发精还有沐浴乳是这个牌子的，它的其他盥洗用具在这里，这个有哇，连针线包都有。棉花棒、浴帽、装垃圾的小袋子、shaving cream、牙刷、牙膏、梳子。它的马桶是免治马桶，而且它只要感应到的时候就会自己打开。这个是淋浴间，有一个 rain shower， 还有一个椅子。吃晚饭之前，我们想要带大家逛一下Fullerton饭店。大家如果想来新加坡玩，在考虑饭店的话，我非常推荐这间饭店，因为它不只是普通5星级的精品饭店，它其实是新加坡的文化建筑遗产。所以你走在这个饭店的每一个角落，还有像刚刚房间里面每一样家具，然后甚至于整个建筑的外观，都很有浓浓的时代风情。我自己是很喜欢这样子风格。我觉得新加坡最酷的地方是，它整个城市有一种好像卡在未来跟过去的那个结界。如果你来之前愿意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它的背景故事啊，当你来到这边，你接触到、你看到所有的一切，你会有一种好像在穿越时代的感觉。我们现在要去 Maxwell 小贩中心吃晚饭。我们昨天就知道今天要来 Maxwell 小贩中心，然后特地在 IG 上面做了一个票选活动，然后就是请本地人推荐说，如果你有一个台湾朋友今天来新加坡玩，然后你只能带他来 Maxwell， 你会买什么给他吃，然后好吃到让他崇拜你。
边吃饭最爽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这边每样东西看起来很好吃，对不对？然后你每样都很想要吃，但是他们也不贵，所以你就是抱着吃自助餐的心情，你想吃什么你就点什么，然后点满整个一桌。而且 Max 的地点最方便，在这里可以吃到所有的本地美食。我们先从汤的开始吃，不然都要泡烂了。你的鱼片卷看起来很好吃哎，因为我还没有吃过这一家，但是昨天超多人推荐我们来吃这一家的。你有加牛奶吗？有啊，我们新加坡人吃鱼片米粉都有加牛奶的。我也想要喝喝看你的汤。牛奶怎么跟鱼汤这么搭啊？你也来吃看我的拉萨啦。拉萨这个东西，我刚到新加坡的时候也是不习惯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越吃越喜欢，而且这边超多店都有自己的风格，就是每一家都很特别。我喜欢吃很辣的那种，辣椒粉在下面还没有搅开，好辣哦！你帮我拿一下递过来那个馄饨面，我想要吃一口面。云吞面是来新加坡一定要试试看的东西，我个人极力推荐，因为它跟台湾的馄饨面还是不一样哦。网友推荐的这个馄饨面可以吗？可以啊。猪油味道够香吗？你看，它的猪油裹满了每一条面。好好吃哦。你吃面，我来吃饭。天天海南鸡饭呢，你们台湾人最喜欢吃的。对啊，天天海南鸡饭，昨天网友推荐，本地网友好像都没有推荐，但是住在新加坡的台湾人几乎就是推荐我来吃天天。可是天天本来也就是我自己心目中海南鸡饭的第一名。你看天天鸡饭的鸡皮，整个晶莹剔透，鸡肉也超嫩。你配一个蚝煎嘛。好，我自己来，因为我要加很多的辣椒酱。新加坡蚝煎是台湾重口味版本的蚵仔煎，因为他们辣椒酱实在很辣，然后又有点酸，配鸡味，就配起来超过瘾。小贩中心美食的好朋友绝对是甘蔗汁，或是椰子汁也可以。可以帮我拿下咸煎饼吗？咸煎饼是我朋友特别私讯我，他说你不要忘记介绍这个哦，因为他就觉得他这个是新加坡 Maxwell 之光。你们看这么大一个6个才1块钱，它有咸的跟甜的口味2种，我吃的是咸的。很像台湾有炸双胞胎，但我咸的里面是肉桂。甜的里面是什么？红豆沙。我们现在来新加坡最漂亮的一个地方散散步，因为刚刚吃太饱了。然后就是鱼尾狮公园。这个就是新加坡鼎鼎大名的鱼尾狮。然后每个人来新加坡玩来鱼尾狮公园，就会去这座桥上面跟它合照。你们知道怡老是一个新加坡人，就是从小住在这边嘛。他的日常就是吃饱饭来鱼尾狮公园，听听水声，吹吹海风，喝杯饮料，散散步，坐在这边，就是对他来讲是再正常、再日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对于我一个外国人来说，我每次走到鱼尾狮公园，我看到金沙，然后我看到 CBD， 还有这么大的鱼尾狮，我每次都会在心里面好感动，觉得新加坡好漂亮、好进步、好繁荣，就是。反正等你们到这边的时候，看到这一切，你们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如果是城市一日游，怎么可以不把滨海湾的夜景排进去呢？对不对？我们要去金沙上面那个无边际泳池喝鸡尾酒。
坡玩就是想要住金沙饭店，因为就是为了那个无边际游泳池。但是金沙的房间真的很贵。那如果你也想要看夜景怎么办呢？其实有2个方法，就是你可以下去下面一层买一个门票，然后一样可以看。那或者是你就像我们一样来这家餐厅，然后点一杯鸡尾酒，因为我们就是它是那个游泳池就在我的正后方，所以我们看到的夜景是一样的。我觉得新加坡好玩的地方是除了买东西、吃东西、看他们的建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体验。我觉得他们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可以把很多不同性质的东西复合式的结合在一起，比如说夜景啊、美食啊、服务啊、音乐啊，这个就是其他国家做不到的地方。现在已经是快要晚上11点多了，我们要赶快准备睡觉，因为明天早上还要赶行程。但是说好的夜景一定要补给大家。哇！我们刚刚还在这边呢，现在是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新加坡是不是很漂亮？大家早安，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去吃早餐、跟玩游泳池、跟健身房了。Thank you, Auntie。先消毒一下。哎，你看它每个健身器材都被隔起来了哎。我们去那边找一个位置，风景超美。这个好了。B， 再用10分钟，早餐时间到了。好，Thank you。哇，很 Thank you。哎，你们看我们的早餐有多酷！一大早吃拉萨，还有 brada， 还有炒米粉。试试看它的拉萨好了。我平常很少吃拉萨哎，我要辣油多一点的。我变了，我以前不喜欢吃拉萨，我现在好像可以接受了。可是因为这个椰浆没有很 strong， 它椰浆很 strong， 好不好？还是你饿了？哇，有可能。我们现在要去玩这个。再弄好一点。慢慢的往后踩。烧内，鲍鱼烧内，哇，巴古底小笼包，巴古底，哦，谢谢。我们刚刚从那个塞卡玩回来的，这个头发都湿了，热到湿。但是我们很推荐这个，是因为就是你来新加坡的时候，你可以坐那个鸭子船，还有那个 City Tour Bus。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推荐小绵羊这个行程呢？因为你就可以从很低很低的角度往上看新加坡，然后感觉真的会非常不同。那午餐现在我们又回到富乐腾饭店里面的一家中餐厅，是专门卖广东菜的。我想要先喝它一口汤，看看是不是这种肉骨茶的味道。它的汤汁居然是有胡椒味的哎！对，好不同哦。刚刚饭店还推荐我们一定要试试看他们的和牛，刚好是1口1个的 size。这个外面好像有用大火，就是很高温的煎过，所以是脆脆的，但里面的肉好嫩。然后你慢慢嚼哦，你越嚼越嚼，然后那个肉的鲜味就这样慢慢流出来。这
这是我们跟新加坡旅游局合作的第2支影片了。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你可以看回第1支我帮大家整理的圣淘沙1日游，还有敬请期待接下来的第3支影片。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吧，拜拜。The dam is breaking in. It was bound to happen, 'cause your heart